你们下班啦？妹妹儿，娟儿，哦，有小老娟儿，呀，这，那牛又跑到我们这里面来了。小狗狗，来福。这里还有一个小跟班。走嘛，我不吃狗的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都想知道我种的这些树，还有夏季的这些有没有存活，李子有没有开花？好了，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。首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扦插的这个无花果树已经在开始发芽了。往这边过来呢，就是我们插了一排的无花果。这里是我种的一棵李子树，李子树呢也在发芽了，看，在发这个嫩芽。这树还小，应该不会这么早开花。还有往这边过来就是我家基的一棵柚子树。这棵柚子树看样子是存活了的。大家看，如果说没有存活的话，它这个杆会干掉，但是它还是这种绿色的，应该是存活的啊。往这边过来呢，就是我们家基的一棵桃树。那棵桃树大家都知道，一开始是那个毛很多的那个毛桃，像那种桃子不好吃，然后我就把它嫁接成这个结桃了。这就是我嫁接的，我把这个树干给它锯掉后，嫁接的那个结桃已经在开始开花了。因为我嫁接的时候就已经感觉有花苞了，然后嫁接在这上面，现在是存活了的。这个花苞开得很好，这一棵上面就开了2个花苞，其他的现在还是看不出来的，应该也是存活的。你看这棵桃树上嫁接了好多枝条，这个枝条好像也在开始发芽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么多。这棵枝条也开花了，这里有一个小花苞。好，我们现在往这边过来看一看这棵棕树。这棵棕树呢，它也是存活了的，看样子是存活的啊。看，如果说没有存活的话，这个早就干掉了。因为我怕它冷嘛，我就把这里给它覆了一层这个塑料薄膜，像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温。往这里过来呢，就是一棵桂花树。这棵桂花树应该是没有存活的，我们看一下，诶，是活的，这个还是新鲜的。如果说没存活的话，这个枝条应该也是干的。这些芭蕉树，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砍掉，让它重新发芽。像这里这棵李子树也在发芽了，这棵也是存活的。然后过来了就是我们种的一棵柿子树。这棵柿子树现在是看不出来的，应该要等到4月份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有没有存活。我们现在往这里进去看一看，我们种的这棵枫糖李，别人的枫糖李还是一小苗，我们的枫糖李就已经在开花了。我想都没想到今年会开花，早知道我就不把那些枝条给它砍掉了，这样我们今年就可以吃到很多的枫糖李了。看这棵桃树也在开花了，这是几年前种的，去年已经挂了很多果，已经得吃了。看这棵桃树上，我也是嫁接了几棵这个枝条，因为我感觉全都往这边长不好看，我想让它这里也长一棵枝条起来往上面长，到时候这个桃树就两边给它散发出来，以后就有更多的桃吃了。然后这里这棵李子树呢，是我从老家移栽过来的，这棵是老家的那个本地李子，看也在发芽了。这棵树是上次和姐姐他们去钓鱼的时候在路边捡的，人家挖了扔掉的，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来种在这里，现在发芽发的可好了，发了这么多新的叶子。
大家都知道，这棵是我们去樱花基地挖过来的这个枫糖李。你们别看这个是一个光秃秃的树桩，其实啊，它已经开花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花苞，看，像这种就是花瓣了，过2天它就会开花。这棵不明显，我们要看后面这棵，后面这棵枫糖李才长得好。像这些是脐橙树，到时候应该今年会结脐橙，到时候我们自己在地里就有脐橙了，就不用去街上买了。这些都是，这棵应该是柚子树，那棵呢大家知道是一棵灰树，也是茄橙树嘛。往这里走过来就是第2棵枫糖李树。这棵枫糖李虽然我们把它砍得光秃秃的，大家看这棵，它竟然开花了，大家看，神奇吧？是白色的花蕊，看，在这个光秃秃的枝条上竟然开花了，不多，也就几朵。这几朵花不知道能不能保住。今年多发一点枝条，明年就可以结好多枫糖李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期待这棵枫糖李结满果实。这棵我至今不知道它究竟是樱花呢，还是这个樱桃，不知道有没有被骗。这是在网上买的一棵树苗，我感觉是被骗了，不像真的啊。我种了几年了，从来就没有见过它开花，而且它这个树感觉很脆弱，老是长这些小疙瘩。如果说今年还不开花，我就打算把它砍掉，不要了。大家看，这棵就是我们上次锯掉的无花果树，那一枝条我们都全都用来扦插起来了，一点也不浪费。然后这棵就是我们的桃树，这棵桃树这里我也嫁接了一个枝条，我希望它这里再发一个枝丫起来。这是在这里结的，刚刚那些都是在这里结了一根下来，然后嫁接在其他地方的。这棵桃树开的花可多了，大家看，开的密密麻麻的。今年又有吃不完的桃了。这个桃成熟的可早了，应该在5月份，5月份就可以吃桃子了。5月份至6月份左右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它成熟的很早。我们这棵是芭蕉树，还没有等这个芭蕉成熟，这个树已经枯萎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气候不太适合。好，我现在带大家到上面去看一看，上面那几棵枫糖李树，上面还有2棵的，后面我又从樱花基地那里要了2棵来种在那里。因为我怕在樱花基地挖的那2棵枫糖李树它不纯，然后我才又种了小的枫糖李树。自从我们这里修路以后，这些运输管道感觉都没有用了。到时候我们看一下，能不能把它合理的利用起来。像这个地方，我们都可以给它种一棵果树在这里，把这个护坡给它保护起来，不然到时候塌下来的话就麻烦了。往这里过来了，这个位置种了一棵枫糖李，这个位置种了一棵枇杷。这是从老家那边移栽过来的，一开始种在下面地里面的。看见没有？这棵枫糖李开了这么多花。一开始觉得这棵小树应该不会开花，大家看，万万没想到最小的这2棵树竟然开花了。那边还有一棵，那棵也开花了，带大家到那边去看一下。这个位置种了一棵枫糖李，我们蓄水池里面的水都用不完。往这里走过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
这颗枫糖李也比较小，但是呢，它也开花了，真的是让我有点意外感觉，而且花还开得特别的好，看来离我的世外桃源梦越来越近了。虽然没有开很多的花，但是我感觉已经很意外了，看见没有？而且这里这些全都是这颗风花石，堆在这里的，没想到还能把这棵树给种活了。然后过来的这几颗就是我在那边挖的本地李，这个本地李子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但是我上次在那边摘的时候有点酸，可能是那里被来遮挡了。这也是一颗枫糖李，往这边过来，这些都是本地李子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我也种了一颗枫糖李，我就是沿着这个边缘种的，就怕以后别人来抢我们的这个边界。往这边走过来就是我们的蓄水桶，这里面有水。我们现在生活用水就是这边洗衣服、洗澡的水是用蓄水式的，这个桶里面就是用来煮饭的，因为这个做饭用的水还是得让它流动起来，像这样更干净一些，是吧？不会长虫子。这个位置呢，我也是种了一颗枇杷，看喜欢吃什么水果都可以自己种，这也是我们住在农村的好处。好，现在我们种的这些水果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